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 Line 的频道。今天跟大家分享亚马逊云亚马逊的轻量云。其实在去年的8月份，这个套餐这个功能就已经在亚马逊云上架了。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群里玩这个的小伙伴还是比较多，所以有一定的白嫖价值。我这不在晚高峰嘛，然后我们大家看一下亚马逊云的速度和一个表现。我这边是建立了一个韩国首尔的线路。好，我们测试一下这个韩国的这个节点然后 4K 因为我也没看过，在晚高峰因为毕竟才用了一段时间。这边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KR 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随便点击，总体来说它的一个延迟会比较低，然后要比那个甲骨文云要低一点，应该是说低很多。同样是如果是韩国和日本的话，那会低个几十的样子。然后它的瞬时的一个网页加载要比较快但是它的一个峰值速度我个人感觉没有甲骨文云那么高。但我们先看到它现在已经7万8万的一个样子了，虽然还没到晚高峰，但是已经接近晚高峰的样子。这个是没有用任何的这种中转手段的，比方说我们转发流量或者说是 Cloudflare 的优选 IP都没有。现在慢慢的已经能达到9万多。我现在用的是 Children 的线路，然后带 XTLS 这样的一个组合。那我们看一下 Speed Test， 这边呢已经就是亚马逊云的英文，然后我们测试一下速度。看到了吗？这个延迟66，非常给力的。所以说这边在峰值的速度上可能没有甲骨文云来的那么给力，但是在速度的稳定性上是会比较出色的。还有包括它的延迟还是比较喜欢它这个延迟。延迟的一个好处呢，就是瞬时机动性会更强，就是速度体现会更加明显，加载会更加快速。当然流媒体的话其实对延迟要求不是特别高。好，我们速度看完了，我们就来看怎么去注册这个亚马逊云这个轻量云该怎么用，怎么创建实例。首先这边我们搜索这个 AWS， 然后我们这边要在后头追加一个 L， 应该就是这个，然后我们直接点击这个。OK， 来到这个亚马逊的光帆界，就是所谓的轻量云。那我们直接，如果你没有账号的话，我们免费创建一个。好，来到这里呢，我们需要注册一个。这边呢，输入你常用的一个邮箱国内的、国外的都可以。我这边呢就用自己的邮箱试一下，我也没试过，就是自己域名的邮箱。对，这个 科技land .ga， 然后我们这个名称呢给它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点击验证电子邮箱。好，这时候我们会向邮箱发送一个验证码，我们等待它的邮箱验证。好，我们在这边呢就收到它的一个验证码，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然后我们输入到这里，点击验证。这时候没错是你的电子邮箱。 OK， 这个时候呢我们设定一个密码，当然还是要特殊符号还是要大写、小写、数字。好，输完密码我们直接再进行下一步。这边呢是选择你计划如何使用 AWS， 那我们这边选择个人，然后我们这边输入你的全名，当然这个名字可以随便，我这边全名就叫科技蓝就行，这个是随便。然后这个你可以输入机微号，如果没有机微号的小伙伴可以关注科技蓝的机微号的那期视频。对，输入完机微号以后，你这边一定要选择美国，然后这块呢地址你可以到你当前的这条线路，我之前教过的，在谷歌地图里搜索，比方说你的线路在圣何塞 OK 就这里，然后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这就是你的地址，包括你的邮编，还有你的门牌号，什么东西什么信息都有，包括市州，然后你就对应的输入到这里面。这边呢输入街道，这块输入城市，这块输入州，这块输入对应的邮编，然后我这边呢就是用之前的一个地址就 OK 了。你这边直接点击我同意，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
然后到这个地方呢，就输入你的一个信用卡，它这边支持 Visa、万事达、运通，还有一个不认识。然后我们这边输入卡号，然后这个持卡人姓名呢，大家输入真实的姓名就 OK 了。然后这边呢就确认一下你的地址，有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直接点击认证并继续。这时候他说是让你通过什么方式去认证你的身份，那我们通过短信或者说语音呼叫，我们一般都用短信就 OK 了。这边呢选择你的电话号码，我这边依然用我的机位号，机位号是 OK 的。好，这边呢你把验证的这个乱码再输入一下。好，输入完成以后我们点下一步，这样的话它就会向你的电话号码发送一条验证代码我们可以查看下去，我们到手机上看一下，4位数的0013。好，我们点击最后一步。OK， 到这一步以后呢，那我们就创建一个免费的一个套餐，基础免费的一个套餐，然后我们点击完成注册。好了，这时候呢，他就恭喜我们已经成功创建了一个账号。然后他这个信用卡的要求就比甲骨文云要松很多了，任何的就是外币信用卡都是可以的，只要能正常的去使用的信用卡都可以的，然后一卡多开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也是比较方便。这时候我们就转到这个亚马逊云的控制台。我们注册完以后呢，它还会让我们再重新登录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就成功的登录到这样的一个后台，然后我们切换一下新的画面。这边的控制台呢，其实不是我们今天要到达的一个网站，我们今天到达的这个网站呢是在这里，就是要输入这个 AWS， 然后轻量云，就是光帆这个翻译成中文就是，那我就更倾向于叫亚马逊云的光帆计划。那我们这边点击刚才的这个网页，然后我们刚才不是走这边吗？现在我们已经有账号了，我们直接开始使用。这时候我们就来到了我们今天要到达的这个界面，光帆的一个主的控制面板。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如果看不懂的话可以右键，我们可以看到它自动把我们引导到创建实例这个地方来了。然后我们这边是可以选区域的，不像甲骨文云它只能说你注册在哪里你就选哪里，这边呢你是可以有这么多国家地区进行一个选择。那我这边选择新加坡，选完新加坡以后，它就会根据新加坡的一个当前的一个资源，然后给你去分配。这边呢会告诉你 Linux 或者是 Windows 的云服务器实例。那我们这边 Linux 就是我们常规去使用的，好吧。 Windows 呢改天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再跟大家分享 Windows 的一个体验。然后我们这边选择 Linux 以后，它下面的就会变化，那我们换成 Windows， 那下面又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们这边切换回来。然后这边呢它会默认给我们一些搭建功能和架构，这是我们之前做那个博客用的 WordPress， 然后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科技栏没有掌握的。然后呢我们选择这个仅包含系统，这时候我们熟悉的内容就出现了，比方说迪班，然后比方说乌班图，那它的版本号都是限死的，就是乌班图有3个版本，我们一般用的就是 20.04。 当然现在它这个会有一些 bug 会出问题，重新登一下然后再尝试就可以选择这个 20.04， 我一般用这个比较熟。下面呢就是关于它这个 20.04 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说明，然后再往下呢就是这些你都不需要管，继续往下这块呢就是我们创建实例的一个重点。它这边写了前3个月免费，就是你这个账号前3个月免费，然后超过3个月就开始按这个它标记的价格进行一个收费了，就是3.5美元每个月。当然你超出了它的一个容量，它会有额外的一个收费。然后它下面会标记它的一个内存，它的一个处理器，它的一个硬盘是 SSD 的硬盘，转发流量就是它的一个流量，就是一个月它能用多少，我一般就选这个10美元。待会儿呢我会告诉大家我在使用上计划如何去更好的去白嫖和使用，好吧。那我们现在就选择这个免费档里免费前3个月里头的最高档然后有3个 T 的一个流量，然后2个 G 的内存1核的 CPU， 还有60 G 的一个 SSD。 下面的这句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有限的时间内新的光帆客户可以免费使用计划3个月。
如果还想了解更细的话，你可以点击这个在这块呢，它就会更详细的去介绍它的一个免费方案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然后包括了它什么时候开展的，免费的一个条件和一个功能。然后下面呢就是它的一些套餐的一些资费，比方说实力、服务器，然后它是按容器，然后它可以对存储的这些收费，还有对超额各区的不同的一个资费，就是每一个区域它的一个资费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托管数据，这个大家可以去详细的关注一下，然后有一些可能科技蓝还没有及时的去看到，但大致的一个白嫖思路就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回到这边，然后这边呢就是给你自己的实力写个名字，然后我们这边呢就是什么东西都不用动，然后我们点击创建实力。抱歉，您的账户无法使用此计划大小创建实力，请尝试较小的计划。这边出现了一些错误，就是创建时候他觉得我用的太大了，那我们尝试调小一点看一下，出错了，有事情刚才用了2G 的内存加1G 的 CPU 加60G 的硬盘，它不让我创建，但是它允许我创建最低档的这样的话我最低档的已经创建好了，但是我还是想尝试一下创建高档的，我这边把它还是删掉，然后我们这边点击 Yes。 好，这样的话我们重新再创建一下，刚才可能出现一些问题。这边无版图的最新版，然后我们往下滑，这边选择10美元，然后我们这边就默认，然后往下确定。 OK， 同样是可以的大家刚才出现的那个错误自己尝试重新登录或者调整一下，然后我们再创建就 OK 了。这时候我们这个新加坡的 2G 内存，然后1核的 CPU， 60G 的硬盘就已经创建成功了。然后这个呢就是你的公网 IP， 等它系统启动好，现在是正在启动，等它系统启动好，我们ping一下这个 IP， 这个 IP 的延迟还是比较低的，就是亚马逊云的这个服务器 IP 延迟都比较低。当然在纯速度方面还是肯定比甲骨文就是直连的一个状态要强，因为我们甲骨文我这边的操作习惯都是中转优选 IP， 所以我那个优选 IP 以后的那个速度肯定要比亚马逊云的这个要快一些，但是人家直连的速度就已经很高了，9万多嘛，大家看到无版图的这个实力就已经创建好了。然后我们去ping一下这个 IP， 这边会发现延迟会比较高，那我们到那个网站上站长工具去试一下，站长工具我们输入这个 IP 看一下能ping通不。 OK， 好像都ping不通这个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之前好像也遇到过，就是ping不通的一个状态ping不通一个状态，大家不要太着急我这边有解决方案，大家点开它，然后点调整，来到这样的一个界面，我们英文调整成中文，然后我们这边点联网，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这个 IP 对不对这个是内网 IP， 我们把防火墙的这个规则调一下，我们把这些全删了，这是22端口和80端口，我们全部干掉，然后我们把防火墙规则新建一个，然后这边呢填成所有协议 TCP 和 UDP包含所有协议都可以这边我们不限制它为 IP， 我们直接点创建。好了，这样的创建一个就 OK 了，从0到6553，然后下面的 IPv6 它也是默认的自带的开的，我们只要设置一个，它 IPv6 也跟着就变了。好了还是有变化的我们发现它的一个就是在国内访问的一个状态还是比较良好的，都是绿的。甲骨文云要有这样的 IP 那真的很难得，就是效率都比较高，这个延迟的效率都比较高。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延迟，新加坡的最快的40几47，就是很 nice 的一个状态。 OK， 那我们把防火墙这块进站出站改完以后就可以拼通了，好吧，这个我也是边摸索边跟大家聊。这边设置好以后，我们回到首页，然后这一块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 SSH，
我们点击它就可以像谷歌云一样在线网页版的这个 SSH， 不需要密钥不需要任何的东西，然后它就自动连接了。然后这边呢也是比较常规的，就是把管理员权限打开，就可以用你正常的一个操作方式去执行脚本了。但是它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它中文支持的不是特别好，它中文会有乱码。那我们这边右键粘贴，它这个地方全都是乱码。那我们还是走常规的插 shell 或者 find shell 这种客户端方式去尝试连接。当然你也可以挂载到你的探针上，这样是同理。在探针上也是网页，但是探针的那个网页中文支持就比较好。这边会教大家怎么去连接到你的客户端的插 shell 里点这个3个点，然后我们点击管理，然后这边呢我们选择连接，对，第一个就是连接，然后我们这边SSH 连接，这个就是网页端的，我们就不管。然后在下面呢就是你的用户名，这就比较好理解了。然后我们这边直接把密钥下来，就跟甲骨文云是一样的，但是它这边可以在后期进行一个下载。甲骨文云后期下载的话，可能那个密钥用不了。好，我们这边尝试连插 shell， 然后把这个 IP 复制一下，好，直接点击连接，它这边呢就可以快速的去连接上，这边依然是输入乌班图。好，这块的密钥就去执行你刚才那个密钥，点击连接。OK， 这样呢就通过客户端的方式进行了一个连接，这个就是比较常规了，就是我们一直在用的一种连接 SSH 的方法。这个实例呢也只是它这个光帆中的其中一个，像什么容器数据库联网这些存储这些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研究。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亚马逊云轻量云就是光帆的计划但我们可以看到它有相当低的一个延迟，然后它的速度也是相当稳定，在访问油管也有9万的一个速度。那它只是一个直连的一个状态还没有任何的中转 IP 的一个方案，它已经能达到这个甲骨文望尘莫及的一个状态。亚马逊云呢，我们该如何去使用呢？3个月以内大家把这个实例关掉，然后把你的账号去给停掉，然后你可以再重新创建一个亚马逊云，然后再去使用，好吧？其实跟谷歌云的思路其实比较相似，就是3个月换一个，3个月换一个。当然甲骨文云它的速度拉胯，它的延迟很高，它的品质不是那么好，但是人家永久免费，所以这个是大家的一个取舍，就是在你有可能没撸到甲骨文云的一个状态下，你可以去想体验其他更牛逼的云服务，就可以采用今天的这个注册方案、注册流程设置，然后 SSH 等等一系列，好吧？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